各位，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担心郑丽文他是在台湾的这片台独深入骨髓的有毒的沼泽中呢，他是独木难支本台呢，就是说实话就是从来也不拐弯抹角的，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国民党的一些粉丝受不了说哪有你说的这么这个兵凶战危那么那个郑丽文现在在党内挺受支持的，问题是你这个台湾投票的时候，他光是党内吗？他关键不得看那些普通的民众吗？现在台湾的这些普通的民众这个当然了，你要问他们呢，他们每个人都说我们不想战争，对吧？我们就想维持现状。其实我给大家说白了吧，台湾现在的主流民意是什么呀？和平台独。我这话说的到家吧，但是你想想这个状态能够维持下去吗？维持不下去。所以呢，台独人士的一些言行和嘴脸呢，就让中国的大陆的网友呢都是非常的气愤。很多大陆网友看过这些台独的丑恶的弱智到极点的这种嘴脸之后呢，说干脆吧武统了得了，他们配拥有和平吗？这里边郑丽文确实是头脑最清醒的那个，但是像郑丽文这样杰出的人士，他毕竟在台湾是少数中国一个高德地图现在就让台独们跟那儿跟蛤蟆炒坑似的，说这又是给台湾的毒草，这是把台湾的数据都给拿走了，要进了高德地图。其实说实在的，还用得着高德地图来收集台湾的道路信息吗？那天天24小时在那个太空里边给台湾做 X 光的那些中国的卫星早就把这个事儿都做完了呀，还用得着一个民间的公司来收集你的信息吗？这个事情上，郑丽文就表现出了一个睿智的头脑一个政治领袖应有之义，他就仗义直言说赖清德你这是纯属找茬你们这脑子都是什么构造这都是。今天最新的话题，大陆 App 高德地图在台湾推出了红绿灯倒数计时的功能，数发布说有疑虑，但是又说这高德地图是和荷兰购买的图资。那红绿灯倒数呢是用大数据 AI 运算，就连王义川委员都说没有资安的疑虑，可是呢还是要大家千万不要用。问题是我们也用 Google 用 ChatGPT 开特斯拉，难道不会搜集我们的资料，通通都不要用吗？所以我觉得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已经太非理性了。只要什么事情跟大陆扯上关系，就好像洪水猛兽一样，就开始杯弓蛇影，然后就开始自己吓自己，丧失了一个判断的能力。个资也非常重要，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头，如何保护自己的个资，这本来就是应该在技术上面，在我们的政策法律上面必须去面对跟解决的。但你不能够双标，尤其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子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而且对于很多的商家、企业、贸易来讲，简直就是寸步难行，经常的被骚扰。一个正常的使用跟平常的商业的往来，大家真的是消受不了，这就是扰民啦。因此，我们希望带来我们的便利，而不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的理由来做很多过当的骚扰，这就是不合乎比例原则啦。然后你只要每次讲到什么大陆的东西，大家就要通通都跳起来，这实在是大可不必应该要稍微这个气定神闲一点该防的要防，不该防的就不要过度的防。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大陆释出的惠台10大措施啊，产业界都希望政府接球。但卓奎说，涉台措施必须有公权力来当成是协商的基础啊。但是其实这10大措施真正涉及公权力的，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就是陆客来台、恢复直航和共享机场。其他的其实有很多像是国共交流的啦，或者是其他根本不是，只要是对岸政策就可以开放的，难道也必须要协商吗？所以啊，就是其实民进党政府就2个字啦，叫做找茬。大家都知道，那也很苦不堪言。这次我觉得商总也委屈了啊，我们的商总这个徐书博理事长，然后找了相关产业的7大工会来共同的对所释出的这些政策利多来做一些正面的回应。哇塞，他们大概也没有想到，马上第一时间就被民进党政府来全面的抹红，然后说他们什么被施压、被恐吓，这完全是空穴来风，可以没有任何的证据，信口开河，就这样污蔑一个全台湾最重要的商业总会的代表。那你就是表示说什么？表示你已经慌了，你已经自乱阵脚了，哪里有这么恐怖？到底是在怕什么？刚刚讲到了，就是两边的这个观光旅游业，也不过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回到疫情前呢。疫情前还是民进党在执政那个时候就是直接这个直飞的机场，那多的是啊。团客互相的往来，然后到疫情的时候全部喊卡，疫情完了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回到疫情前，更不要讲说更加的开放了。那马英九8年，我看到的是大家算钞票算到手会痛啊，笑的嘴都合不拢啊。当时不是很好吗？也没有人担心说，所有的年轻人通通给我回来当兵啊，准备打仗啊。都没有啊，所以刚好相反，民进党越这样子搞，越把台湾逼到墙角，受害的是台湾，损失的是台湾，然后呢，最后要打仗的最惨的也是台湾，所以最大的输家就是台湾。因此，民进党的抗中牌害惨台湾了，哪里保得了台湾？所以回到这个，我才会说你理性的看待嘛。中国大陆的市场不是只有台湾跟大陆无法切割，全世界都无法切割，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经济跟中国大陆互相的依赖交缠，已经到难舍难分、无法切割的地步了，更何况是台湾。那我们怎么会傻傻的逆势操作，想要切断所有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那你只是逼死台湾老百姓而已嘛。所以呀，不要害怕。你那个梁文杰讲话都已经口不择言了，什么转机还比较便宜，转机怎么可能还比较便宜呢？你真的，你叫台湾人听到会吐血，会气死啊！所以不要再口不择言了。对于老百姓期待的便民的，可以帮到台湾产业的，你们不要再一直挡了啦。郑丽文当然他是希望这个习政会的这些措施，会台的措施能尽快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享受上，这就等于说是大陆给台湾钱，对吗？也有中国的很多的网友说，大陆给台湾钱，让台湾拿钱去买美国的破烂军火，反过头来对抗解放军。大陆做的这都是亏本买卖啊，这都亏到他姥姥家去，又回来了，亏了一个来回呀。就这样，民进党的这些魑魅魍魉们还不领情了，就瞧这个吴思瑶。国民党有李乾龙的追踪器，事后证明当事人不报案，当事人非常心虚，但是国民党第一时间也赖给清德。现在民众党也不遑多让，
民众党的辣椒水事件最后证实是乌龙一场，那台中的警局的分局长也因此受到了惩处，所以再一次证明蓝白只会赖给清德，他们凡事就是泼政治的脏水。再说一次，蓝白就只会泼政治的脏水，他们只会赖给清德。现在真相大白，我认为民众党人从黄国昌主席到上上下下对执政党来提出批评攻击的，都要公开道歉。也如同我之前喊话，李乾龙的追踪器事件已经成了罗生门，但是国民党发言人第一时间就扣上了帽子，所以国民党欠个道歉，民众党也欠执政党一个公开的道歉，不要一再的操作政治的斗争，但是该道歉的时候却都神隐不见。不是，我想请问一句啊，台湾的粉丝们，就是这个大娘们儿和赖清德是什么关系啊？他是这个赖清德的姘头吗？怎么叫的这么亲切呀？清德什么关系啊？他俩我不知道啊，台湾的粉丝们。所谓的惠台10大措施，请中国不要再吃台湾的豆腐了，这不是惠台措施。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台湾的百工百业，我们布局全球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我们的人均所得甚至高于中国，高达3倍以上。所以说，这不是要惠台，所以不要拿所谓的惠台措施来让台湾对不起，不要再拿这些惠台措施来吃台湾的豆腐。台湾的经济发展正好，我们股市都站上37000、38000了，所以这不需要台湾不需要中国来施予什么恩惠。所谓的惠台10大措施，请中国不要再吃台湾的豆腐了。他就无私要，每周4小个造谣，加入造作的戏精，一场大牌又大摇。他鬼哭狼嚎，全是邪恶的阴招，装疯卖傻的屁精，别继续让人恶心。以为自己一枝花，爱吹牛的跳跳蛙，讲着朝下的假话，不敢正视狂大叉。我黑造谣乱发文，立法不能成为到处乱咬人的疯狗。明明是个发盲在那胡搅蛮缠，反过来还骂别人真的有够烦，无耻演戏很尴尬，透着虚伪和狡诈，难怪台湾那么多人都想把你拔。他就无私要，每周4小个造谣，加入造作的戏精，一场大牌又大摇。他鬼哭狼嚎，全是邪恶的阴招，装疯卖傻的屁精，别继续让人恶心。吴思瑶常常造谣，一天到晚用一些粗鄙的形容词对别人去进行人身攻击，哪有什么低调处理？怕什么？公开讲啊，这罢免吴思瑶啊！大摇大摇，你要把他拉坏了，不要把他拉坏，破坏不要，装疯卖傻的屁精，别继续让人恶心，别继续让人恶心。共同守护台湾，下架吴思瑶，下架吴思瑶，下架吴思瑶。哎呀，清德呀，清德都恶心坏了，说下架吴思瑶吧，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这个大娘们儿，我的天哪！你以为啊，台独的一些脑残的政客是这个德行吗？你看看，就是这些台湾的绿媒啊，和台湾的这个底层的这些绿的民众，你看看他们的行为。淡江大桥17号首度开放市民抢线上桥体验，满满人潮在桥上，而一旁围栏大声公播起宣导提醒，听起来。桥上庆典时，整洁零瑕疵，垃圾不落地，编好素质。浓浓卷舌音以及非台湾用语不断重播宣导口号。可能厂商他在要发布之前，可能要检查一下，因为
因为大家总是不喜欢听到这样子的腔调。不止民众大傻眼，影片被PO上网，网友也是一片哗然，超扯，还以为在他们的景区就是这样大声广播，自己录很困难吗？北京腔听到就很嘚短，超不舒服。新北市民政局解释，因党是17号淡江大桥活动，委外厂商为了求效率，自行利用 AI 合成语音制作，是办给淡水还有巴黎乡亲哦。那广播的内容让台湾人听得懂、听清楚，有这么难吗？失误哈，其实非常非常的失望。务必把4月25号全民都可以上桥的活动哈，一定要办好办妥。在地议员痛批，请区公所检讨这种话，说到无力了，还要基层写报告，只能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我们在相关未来办活动的一个时候，大家更谨慎的来使用这些 AI 的一些用品。淡江大桥17号步行活动不止广播有问题，原本只开放特定团体参加，却在活动前3小时发夹弯调整成带着身份证就能上桥，甚至最后合照不调，桥建未来也错置成来未建桥。淡江大桥5月12号正式通车，本来万众期待庆祝新地标，却因为活动瑕疵徒增风波。3立新闻陈志峰、王仁 SNG 小组新北采访报道。买的那个喇叭里边的合成语音是大陆腔也不行。台独现在是深入骨髓了，朋友们。和平没戏。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